对于整形的想法是什么？靠金钱改变自己的容貌。微整形也算，你就觉得牙真算整形吗？算啊，因为它会改变到你的骨骼啊。需要住院的刀才算，住院的刀才算，那种割双眼皮那种我觉得还好。割双眼皮不算整形，对，都不算。相当特别的定义。台北街头整形诊所林立，韩国女星无瑕外表的广告也遍布各地，显见大众对于外形越来越重视。近年来，整形已经不再是不能说的秘密，不论是缝双眼皮、抽脂，亦或是打电波，为了变漂亮，大家都愿意付出一切努力，在所不惜。如果我有钱的话，我会可能想要去抽脂。我就是鼻头做完后呢，我再去补垫3根。对，隔了4、5年，我又去做下巴。然后还有小时候有抽过脂肪垫，当然年纪大后就有做过音波，然后怎么偶尔会补法令纹，就是玻尿酸。自己其实变很帅，就很自然，就会一看应该不会觉得还要整形吧？有整有啊，有差吗？林香吧，很励志的故事啊，就很漂亮啊，我觉得很漂亮啊，男生女生都喜欢的类型。它是自然，它整个脸是自然。本次哈哈台在台北街头寻访，带你一起来看看台湾人对于整形或是自然美有哪些爱恨纠葛。首先，这位红发女子曾经动过整形的念头。国中吧，因为我是单眼皮，然后我想要割双眼皮。那你现在还是会想？不会，为什么？因为怕痛。我有一个女生朋友，她整形真的蛮夸张的，可是我觉得好好看，就很精致，就像的蛋糕跟雷电的蛋糕，你一看雷电的蛋糕，你就觉得好精致。你觉得我这样算是有整形过？你有，你应该没有吧？鼻子呢？鼻子感觉很挺，可是我看不出来。你单看鼻子就很精致，可是看全脸的话还好。但也是有人追求自然美。我觉得自然就是美，就算你今天长得不好看，但是你要有自信，你爱自己，那就是你最好看的一面。对，好看的东西大家都会去欣赏，那是正常。那我们今天不考虑经济压力，你不用考虑经济压力，抽脂。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那你们可以接受另一半整形吗？不要整太大，要整太夸张应该都还好。什么小骨啊，然后鼻子重建啊那种的，然后嘴巴打那种玻尿酸肿的跟什么肯尼一样，对，那个不行。那你们觉得我的鼻子有整吗？没有吧，应该是原生的吧。如果整的话，这样也不太 OK。哦，盖瑞 bab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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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两位女大生对于另外一半整形则有不同的想法。可以吧，因为是他的脸，不是我的脸啊。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会看不到其他东西，所以我应该会觉得没关系吧。我可能还不行哎，不行，为什么？就是怕大家认为我换男朋友。你被大家误以为无缝接轨。对对对啊，对对对。所以你其实很满意他现在的样子。我觉得那个可以讲吗？变高话题。虽然有人认为自然就是美，但大方坦诚整形的人也是不少。我脸都算吗？你们两个有整形过吗？没有，就是都有缝双眼皮。我才刚用，我是看他用我才去用的。我跟他住同一间，我上个月才用。也很新鲜呢。那是什么让你们下定决心的？就我之前都贴双眼皮贴，就只是有一天就是出门前在贴的时候，就那天贴不好，然后觉得看这好糟，然后我下午就去咨询，然后我3天后就跑去缝。我有整过哎，有整过？对，能看出来是哪里吗？是割双眼皮吗？正颚手术。对耶，算整形，因为是去医美诊所做的。差蛮多的。哦，侧面比较明显，侧面很明显。我有打美白针，好像说打了会变白，可是我也不确定有没有。你觉得有差吗？没有，他说是智商税。我可以问一下那个很贵吗？我不知道，是我跟妈妈一起去。那我方便问一下你妈妈是做什么吗？航空。不是，我说他去做医美，他做了什么的？看来这个税真的是很重了。而对于过度整形，这两位年轻女子也有不同看法。我今年才17岁而已啊！看得出来，我原本还以为，我还想说是不是学生呢？啊，真的？哦，谢谢哦，这老公哦，假都假瘦。他才18啊！不用整的才超过，因为某个地方就可以看出你的年龄，脖子还有手。你们曾经有想过要整形吗？哦，我年轻当然每天都想啊，白嘉欣那么漂亮哈，我要跟她一样。我们没有那个时间哦，可以去做那个，爱没有那个口口。你们支持整形吗？
支持。你是支持的？支持者，我最爱人家整形整得漂漂亮亮，看帅哥我都一直看他。他以为是我有什么事，我说没有，我只有看你帅哥而已。你看韩国的人通通一样，每个都是一样啊。我是感觉到都是这样也不错啊。大家都长一样。17岁妹妹有自己的审美标准。韩国人衣装敢穿，都很漂亮，都很品味很高。我是品味很高。你会自己私下讨论吗？我们刚认识的。好会交朋友。右边这位女子是来台湾念书的日本人。一定很开心，真的开心啊！我们现在算是好朋友吗？对。笑点是什么？台湾人的样子有什么特色吗？跟日本人有很不一样吗？看起来，我记得台湾女生，一点点没有化妆，但是真的很漂亮。素颜就很漂亮的意思吗？对。日本人出门都要化妆。对。日本人去哪里都要化。对。如果你只是去楼下超商买东西，也要化吗？我要。我是。为什么？迟来的文化冲击。那你目前来台湾，觉得台湾怎么样？真的很棒，很棒，赞，真的喜欢台湾。最喜欢什么部分？我真的喜欢垃圾车。垃圾车？对。为什么？音乐。大家放，真的很有趣。是的，我们话题拉回来聊整形哦。我爸也会去打。你爸？他打什么？他会打什么电波啊、拉皮啊。哦，你爸走得很前面呢。这会播出来吗？这个是秘密吗？我不知道。我觉得现在比较多人做自己，蛮多美妆的 KOL， 蛮多不同种类型的。他很外貌，不是说都是那种大眼睛、双眼皮的。所以大家可能都可以找到自己化妆的习惯。爱美可不只是女生的事情。我想要做皮秒吧，皮秒，对啊，然后还有可能眼袋。我觉得只要是做这件事是让你更有自信，变得更好，都可以做啊。就像穿搭也是啊，你可以透过穿衣服让你自己变得更开心。大家都说什么哦，不要看外表，不要外貌协会，可是其实长得好看就是富二代了。不管是职场，从小的人际关系，然后到未来出社会的职场，他都会有跟别人不一样的优势。我们在东区巧遇邮轮上认识的律师 Jacob， 做过皮秒。哦，皮秒。然后我做完之后，我才知道，就是说为什么女生那么喜欢花钱在医美上面，因为真的很有效。我现在是没有化妆素颜的状况，那还可以吧，应该还可以吧。而且那做的过程其实很痛哎，因为我本身有打拳，那很像被揍过的样子哎。身为律师，他其实有个矛盾的烦恼，我反而会想要让自己刻意变老哎。好嚣张的语气啊！真的，因为我们行业它比较特别一点，它好像还是有点吃外表，就是说你的专业度有没有比较老一点？因为老一点会看起来比较老练。就是你在生活的时候变年轻是好事，但是你在工作上变年轻就是麻烦。所以有时候我上班都不太打扮的，就是有时候会故意让自己蓬头垢面，胡子都不刮，对，就是看起来比较很忙的律师的样子。有时候还会故意用一下黑眼圈，你知道吗？这种要求我可是第一次听到。假如你现在重新投胎，你有2条路可以选，一个是长得很好看但很笨，跟智商超级高但有点丑。我应该还是会觉得长得好看吧。你觉得你就不能当律师哎？我自己现在有一个困扰，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有时候太聪明了，有时候太容易辨别是非，所以有时候就会觉得说你怎么那么笨，会对别人是一个不友善的一个表现。所以现在会有时候会装笨，装看不见。对，我觉得生活就会变得比较轻松一点。我觉得现在男生笨长得好看的也还不错啊，感觉。你讲谁？这个我们私下聊。啊，你说谁？现代人的外表为何变得如此重要？信义区的女子有一番见解。世界上最好看的人还是包容度比较大，比较友善吗？可是我觉得，当你一个人有时候表现得很聪明的时候，有的人会选择去忽略你的外貌，就是会专注在你的成就上，就不会去在意你的外貌。他这么说有说服力吗？没有。这次的访问中，我们请每个人都终极2选1，高颜值跟高智商都挤。漂亮又笨呢？漂亮又笨，漂亮笨，这样就很多工具人帮你做啊，你就是漂亮，然后就是拿一下就我可能不知道自己笨啊，所以我就会活得很开心，又漂亮又开心。如果我不知道自己笨，我就不笨。
当然要选前者。对啊，好看的人。好看的人，好看的人就不用动脑啊，也不用做事，别人会给你钱。长得好看太吃香了，就算真的没那么聪明，你还是有很多社会上的红利可以拿。那么聪明要干嘛？很笨是多笨啊？就是很多事情学都学不会。啊，我现在就有点类似这样。虽然大家觉得美貌是一帆风顺的入场券，但在这次的访问中，选智商高、颜值低的人才是多数。后者吧。为什么？对啊，无论你是长得什么样子，一定都会有人爱。我会选聪明但偏丑。如果你真的超不满意自己的长相的话，你就可以去整形啊。可是丑这件事情是可以转念的，聪明这件事情就没办法。我觉得第二那些很丑但很聪明。那我觉得智商超级高，整形就好了。因为我觉得智商可以带来财富，然后财富可以让你去整形，然后就可以变好看，就可以翻身。就我觉得老之后大家都变差不多吧，聪明一点，有内涵一点，感觉比较好。智商高。我要选择智商高。那你长得漂亮，智商低的话，你真的没有头脑的话，这样好吗？但其实不少长辈对于整形的看法也在改变呢。已经想过要整形了？有我想要我的鼻子有点塌，我想要把它弄高一点。三根的部分。对啊，因为那个韩国的女生高中开始追那个 K-pop， 然后她们就是那种鼻子超小，然后超挺超漂亮，就只有鼻子啊，其他地方你都没有想过？没有，因为我太漂亮。因为看网络上还是有些人就说什么这整形的啦，没关系，自己开心就好。但是这上程度还是有提高啦。就我会大发文，就会发现到还整形第一天这样子，消肿喽。那妈妈，你听到他想要做鼻子，你有什么想法？不会啊，我觉得如果他觉得 OK， 我就 OK 啊。那你会帮他出钱吗？我可以。哦，帮你谈到了，我等下就预约旁边就有美。A 轮募资 get。那你目前有没有为了想要变漂亮做过哪些努力？我从去年12月到现在，我总共减了11公斤。跟你讲，瘦下来之后会变漂亮，真的。平时就有在打肉毒习惯的妈妈，前阵子出了车祸。出了车祸的时候，你感觉到第一个想到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看到自己嘛，我就跟那个救护车说，我要送你医美的医院。对，真的假的？对，然后他可以要求这件事情。对，而且他已经就是大流血，然后去医院登记的。对啊，医生讲说，他有没有那医美针？这位酷似潮州土狗的卷毛弟弟也有自己的想法。其实我一直都对于，就是可能有些人会讲说什么别人整形就是什么很塑胶或什么，我都还好，每个人有自己想法吧。我就觉得就想让自己哪个地方变好，哪个地方变好看，就是好事啊。假如说你现在的女朋友跟你讲说我想去整形，你会支持她吗？会啊。那你会出钱吗？出钱会吧，会啊。你还会出钱？人那么好。别人的男友总是不会让我失望。最后，还记得育婴假街访中的服饰店店员吗？杰尼发现他对于医美有所了解，所以这次特别回访。你第一次是什么时候？20岁。20岁。放鹅软骨在鼻头，因为我那时候的鼻子有点像是那种小猪鼻，就看了很堵然，照镜子越看越生气，然后大概1个礼拜我就是马上找医生就去做。你去诊的时候，你有跟家人还是什么讨论吗？没有，那阵子我就刚好就是没有工作的情况去做，然后只要就是我要出门，我从房间我就会戴安全帽、口罩，然后我就假装要去洗车，对，我就一直假装要去出门。反正后来我遇到我妈，我妈就有说，我去动屁屁对不对？我说不对，我说我出车祸。他好像是不信，但是就是他能怎么样？你上次去做什么时候？去年的11月打那个那个皱眉，打了后它就不会皱，不会皱之后就不会有那个纹路。那我可以请你现在皱眉给我看吗？可是好，我看一下。有吗？真的完全没有有些人心情不好可能皱眉，这样我有别的方式可以，就是可是你额头很好看真的吗？你额头是天生的天生的，而且我以为你有做双眼皮，所以眼睛也是天生的。哎，眼睛有一个啦，等一下，你刚刚还说没有。无言以对，整形过来人的他认为心理状态更是重要。我觉得心态好像就是觉得比较开心，比较有自信。我觉得反正是为自己，不要因为你看，不是有些人说什么男朋友觉得你很丑就要你整形，那种就要去死。然后就有些女生就是为了怕失去男友，就去整形。你觉得对你的生活真的有造成很大的明显的改变吗？可能会不会夸奖你漂亮的人变多了，或是搭讪你也变多了？说实话，我觉得没什么变感情没有变，比较就是追求者没有变多。没有，我本来就很多。
没有。他也加码透露至今的医美费用。其实我算过还好，微整也要算去啊，就是电波那些也要算啊。就等下300万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大概50万以内，30-40万。以前的整形真的便宜很多，因为下巴我才做也是5万，而是现在可能都是要快10，所以我觉得是真的年代有差。以前做鼻子大概就是5万左右，可是现在我有去 Google， 大概都是20-30。我为什么最近会知道价格那么贵？是因为我的鼻子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要冲出来了。对，走去洗牙，然后那个洗牙的人就是洗得很干净，他就一直叫我张嘴，我就一直用力，他说再大一点，然后张了很久，我就做那个动作，他大概洗20分钟，我回到家洗脸，我就觉得我的鼻头怪的，我后来就发现我的假体冲出来，你说有一个点点白白的，那假体，我就不知道是人，不是吧？是，我确定是，对，我确定是。访问完成之后，杰尼收到了一则讯息，这是赖截图。结论：当你以为假体快要跑出来的时候，可以先怀疑一下这是不是粉刺。其实，哈哈台团队近期接到了近视雷射手术的合作，不禁让人思考，这算不算是一种整形呢？对你来说，你觉得整形的定义是什么？就是把自己变漂亮。纹眉也算整形？纹眉也算整形啊。护唇也算？护唇也算啊。矫正牙齿？算。打耳洞也会让自己变漂亮，算啊。眼睛雷射也算吗？眼睛雷射不算。可是它可以不用让你不用戴眼镜啊。但它没有变漂亮哦，那算呢。我也有雷射，2-3年前，因为那时候要出国，然后出国就买隐形眼镜很麻烦，所以我就雷射。但那时候出国2年。那你有觉得自己雷射完以后，就是都不用戴眼镜的状态比较漂亮吗？有。近视雷射算整形吗？不算。你打完近视雷射以后，你就不用戴眼镜了。戴隐眼，你觉得是整形吗？因为就是大家会想要改变自己的外表，如果用改变外表当定义的话，不算。好，那就不算。最后实际来看看哈哈台成员近视雷射的过程吧。刚刚感觉有人在我的眼睛前面吹气。对。OFLCN。大家有听到吗？他说 LN。I can't believe that. You shut up. 眼睛闭着，我觉得你蛮水嫩的，现在已经开始在落泪了。我要哭了。哇！对，超过整条都是湿的。哎，你干嘛？哎呦，你在放黄腔哦。医师也有建议术前进行热敷，点人工泪液能加速术后修复哦。你不会靠太近了吧？跟传统的全飞秒它相对来说矫正的度数又可以更多，消耗的厚度也相对来说是会少一些的。但是像现在 Pro 的部分，它是可以到比较旁边一点。对，所以当你的瞳孔光学区做的越大的时候，你涵盖住你瞳孔越多，你的夜间视力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好一点。手术前7天，记得绝对都不要再戴任何一下下的隐形眼镜都不要。好，1个礼拜不能碰到水。因为你有伤口，有伤口的话就容易造成感染的风险。洗脸的话，你就尽量用擦的，然后你擦的时候就是用纯水湿纸巾，不然就是用生理食盐水。那3天内看到的东西会都是雾蒙蒙的。手术完当下会长这个样子，隔天消退70%。那就我们先从远的视力恢复。那运动呢？手术完你要做什么运动都可以，可是球类运动会撞击到眼睛的，就建议2周内先不要。那重训，普通重训可以。对，你就是隔天其实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不会拉一拉眼睛爆掉，是不是？不会，除非你一直用眼睛代偿的话，我觉得你对啊。怎么样？是不是看到了？你知道医生现在旁边是有一些，感觉医生现在就是有一种佛光会那个返照的感觉。拍谁是佛光普照？我一直跟你讲话，好，可以一直讲话，真的，太好了，放心了。他会跟你大聊特聊，没关系啊，他很可怕。他起床之后，他会自己说美女开机，然后手术台还会说美女完成，然后起。好，我会讲。他如果要你讲，你会讲，我会讲。受伤的时候我会这样，美女结束了。美女，我帅不帅？重见光明了，结束了。我们花了蛮多心力在事前沟通，就是想要了解大家可以做什么样的术式比较适合什么，尽量的避免我们在手术的时候产生其他的风险。这样，好，就这样。
早安，我们又回到了台中的微笑眼科，熟悉的地方。对，今天是要做那个 Smart 全飞秒手术。今天过后就不需要这个东西了。对对，是的，我会想念你的。术前的教导其实很像在心灵辅导之类的。Lawrence 又做的特别正襟危坐的感觉。绝对不会。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的？没有。OK， 那我们走吧。冷热加强。木木先生拿起来一下，一起打开，好，往下。好，出去外面光线会刺眼的时候，换成太阳眼镜哈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整个过程就是没有什么感觉，现在就是有一个透过雾玻璃在看东西的感觉。对，就是你知道你的视力是清楚的，可是就全都是雾的，然后有一些东西看不清楚，这样。好荒谬，我们都要闭着眼睛，然后再哭。好的，我们昨天做完手术，今天要来回诊。对，现在的字大概都要调到这么大。全飞秒术式后，水雾感恢复时间、疼痛感因人而异，约2周到3个月不等，需要由专业医师评估。我的恢复状况算是非常不错的，就是我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什么感觉。然后昨天晚上睡觉也是睡得非常好。昨天晚上睡觉醒来之后，算是开心的心情。对对对，就会觉得一切都很清晰的感觉。这次我们合作的陈永煌医师有10几年的近视雷射手术经验，专业的医师搭配 Smart 全术式来提升近视雷射的品质。一家诊所就有全飞秒、TPRK 准分子、LASIK 3种术式，真正是大碗跟满意，眼镜白布。